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个单元就是我的2020年爱用物品，我整理出来一些产品要分享给大家。虽然产品不是很多，但是我希望能够提供某种参考给大家吧。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首先先介绍一下我的皮肤状况吧。我是混合油肌，主要就是 T 字部很容易出油，然后最近呢就是下巴和脸颊这边比较容易出痘，所以就有一些痘疤印，还有我本来就有一些雀斑。那么首先第一个美肤宝水宝清透隔离防晒露，很多人跟我讲他不喜欢涂防晒，是因为防晒会弄到他觉得很闷热，然后容易出油。我就觉得可能你没有找到适合你的防晒产品，因为防晒真的很重要，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个一年365天都是太阳普照的一个国家，你一定要做好防晒。防晒不仅是防晒伤，它还是防老的，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。应该是要用完了 ，OK， 你看到吗？它这个质地是这种水流性、很轻薄、很容易推开的质地。有些人觉得涂防晒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很容易看起来很死白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成分叫 titanium oxide。titanium oxide 就是会留下一层white cast 在表面，但是这个产品就没有这个问题。记得颈部也是要做防晒的。这个产品完全被皮肤吸收了之后呢，它会留下一个 velvety powdery 的 finish，which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部分，它不会让皮肤感觉好像油油的，然后不舒服的感觉。第二个产品就是 Tavina 的4色遮瑕盘。它这个是一个磁铁的设计来的，然后打开里面，不好意思，它有一点脏脏的，是因为我真的有在用啦。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遮瑕盘，但是我觉得它的 CP 值还是蛮高的，因为这4个颜色都是可以用得到的。这边你可以看哦，一个比较深色跟一个比较肤色的遮瑕，那个 pinkish 的呢，就是可以遮黑眼圈，这个比较深的褐色是可以拿来做 shading 的。我是一个比较偏向于使用 concealer 多过 foundation 的人，可以整脸都用 concealer 来上妆，就是不用 foundation。Catrice One Drop Coverage Weightless Concealer。今天我这个妆容就是全脸都是用 Catrice 的遮瑕液来完成的，你可以感觉得到，就是它遮瑕度很好。说真的 ，high coverage 的东西出来不可能是很自然，看起来的时候一定是知道你是化了妆的，但是只要整体出来的感觉，是顺眼的，是你喜欢的，那就 OK 了。Concealer 的这个技巧就是你一定要少量多次，你绝对不要一个泵头降下去，整个出来的妆感会很厚重的。在这几个地方先点，拍开了之后，看哪一个地方需要再增加那个遮瑕就好了。2020年呢，我是入手了几个眼影盘，最后我在做整理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到，还是想要介绍一些比较实用，然后日常的一个眼影盘。所以呢，我到最后还是选了这一盘，也是 Rina Beauty Wanderlust Eyeshadow Palette。然后它这里也是一个磁铁的设计，认为使用度最高、最日常的色系就是大地色。然后你看这一盘眼影盘，它的大地色是非常的全面的，那配色也很友好。因为它这里的色系怎么样做个搭配都是很 OK 的。你要大地色再掺一点橘黄色，它还会有一些珠光的眼影，可以增加它的层次感，显色度也很好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想找一个眼影盘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场合，然后你又不打算买很多眼影盘，我觉得这个眼影盘是可以入手的。我有之前做过一个 review on 这个眼影盘，我会把我的 blog 的链接放在下面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眉笔的部分呢，就是卡其色彩的极细眉笔，在之前的妆容视频我也是有介绍过的。它这个眉笔我最喜欢就是因为它的眉头真的很细，所以你很容易去操控它，然后画出你要的眉形，显色度超好，然后防汗防水持久又便宜。今天的眉毛是用这个05号色来完成的，它是比较棕色。虽然说我最喜欢的是它的03，叫做卡其色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牌子。接着眼线笔我会推荐这个 Love Liner Liquid Eyeliner， 它这个质感就很不错，比较重一点，还是有根据的，因为它会让你在抓笔的时候比较很流畅的画这个眼线。然后眼线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有那个弹力，它是要适中，这个真的很漂亮的，你看到吗？可以控制它的浅深收用力的这个感觉。然后用眼线笔还有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，就是你一定要让它速干，然后又不要晕染。这个眼线笔真的是可以做得到。我本身眼皮是比较干的，所以不会常遇到什么晕染的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可不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基准。腮红呢，我就选了这个橘朵的单色腮红。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这个06号色，它像一个裸色，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显气色的一个颜色，就是任何妆容都可以把它配上去。第二个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09号色，它是一个比较能够带出血色的妆感。因为我不是用这个腮红，但
种敏感吧，但是我一直都找不出那个敏感源。你普通的 lip balm 是无法满足我嘴唇干裂的这个状况。这是 Etude House 的 Honey Sarah Lip Oil， 这是我用过最喜欢的护唇膏。它的质地真的很像honey蜂蜜的质地，就是有点厚重，然后有点油油的这样子的一个 texture， 所以它可以在嘴唇形成一种膜。但是质量很好用，但是 Etude House 好像停产了，然后市场上也已经断货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 Pawpaw 的 lip balm， 这也是有用 Manuka Honey 还有 Sunflower Seed Oil。它虽然它的质地就不像之前那个是蜂蜜的质地，它比较像Vaseline， 但是它比 Vaseline 还要油一点。它也能够提供那种滋润，然后锁水，防止外面的 irritant 的这个功效。我还另外买了一个放在我的梳妆台，一个放在我的手提包，这样子我能够随时都能够用得到它。说完了护唇呢，就要选我的唇彩。严格来说，在2020年我没有买什么lip product， 可能是 MCO 的缘故，戴着口罩也没有什么需要涂口红的理由了。所以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在2020年好像只买了一个 lip product， 它就是 Giorgio Armani 的 Lip Maestro 205。这个我还是看了《青春有你》之后的时候买的。我也看过很多人都说 Giorgio Armani 是他们的最爱，是唇彩的 brand， 真的有原因的，因为它的 texture 真的很舒服，它的 pigmentation 也很好。所以整个妆容化好了之后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定妆就没有什么用 setting 好的，我就是比较喜欢用 setting spray， 它就成为了我的爱用物品。它是 NYX 的 Matte Finish Setting Spray， 这个 setting spray 我应该喷了3瓶吧。我觉得它是平价牌子里面 CP 值最高的定妆喷雾。定妆喷雾它就是不仅要定妆的能力要很好，它的这个 spray head spray 出来之后，它不仅面积很大，然后它的喷雾还很细。NYX 还有一个 setting spray 是白色的，它应该是比较 glowy 的 finish， 如果没记错的话。我也是有试过它的小样的，我本身就不太喜欢 glowy finish， 我就是那种雾面控，所以到最后我还是会选择黑色这个 matte finish。好，我们讲完了化妆的部分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讲卸妆还有 skin care 的部分啦。卸妆我不可能不推荐的就是这个 Softy More 的 Speedy Cleansing Oil， 这个真的很好用，尤其是你画full makeup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好用在哪里了。Cleansing Oil 我之前也是有用过 Muji 的，可是我觉得 Muji 都没有它那么好用。它这个的质地会比较轻薄，就是在乳化还有在洁面这个整个过程呢都会比较舒服，不会有那种油还是残留的那种感觉。洁面呢我就要推荐这个，它是 Muji 的 Gel Cleansing， 我已经用完了这个，所以已经看不到它本来是可能柠檬黄的这个颜色。如果论洁面的话，我不太喜欢给你很多 bubble 的那种感觉，它这个是戳不出泡泡的，但是用了它之后呢，会有那种很舒服、很清洁，但是不会拔干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产品呢，可能有一点 surprise， 因为它是一个沐浴露。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 Ritual 的 Sakura Foaming Shower Gel。我用这个产品的第一天，我就被它惊艳到了。这个味道很soothing，你懂吗？很像你去做 SPA 的。它一开始挤出来的时候是液体来的，但是它遇到空气，它会快速的变成浓密的泡泡。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它是一个很黏腻的泡泡。然后化妆棉我要推荐的就是这个 Silkport 的 Uru Uru Sponge，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吧？2020年我已经用完了4盒了，我现在应该库存还有2盒吧。它有 15% less toner use， 就是你可以用少一点的产品。平时的 Cotton Pad 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很容易脱丝，这个也不会脱丝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用，无限回购。精油的部分呢，我的爱用物品就是这个 Kiehl's 的 Midnight Recovery Concentrate， 它这个是有修复的这个效果的。严格来讲呢，有修复的话我没有感觉那么明显，但是它保湿的作用还是真的很好的，因为可能它是比较油性的原因，是靠你这样子的一个泵头，所以你可能只要1-2滴放在手掌上，把它抹开，然后按在你的脸上，那种感觉是超舒服的。我跟你说，它有种很舒服的玫瑰香，很 relaxing， 很消除疲劳的那种味道。面膜的部分呢 ，Medicube 就不用说啦，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最爱面膜。然后其次就是 S&P， 但是最近呢，不懂是不是因为我开始老了，我觉得这个燕窝面膜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惊艳我了。但是在2020年呢，我多了一个爱用面膜，它就是Utena的黄金果冻面膜。红色的这个就是主打玻尿酸的这个成分。当然，这个果冻面膜在市面上不是一个新的产品，但是我是如何发现到它这么好用呢？就是在一次的机缘巧合下，我好像一天可能化了3个妆吧，然后那天的皮肤真的是很干，然后我感受得到皮肤的紧张感，所以我就去找我的库存里面有什么是保
保湿度最高的这个面膜给它找出来。它是为何惊艳到我呢？就普通的面膜，你敷个10分钟，那个面膜本身就开始干了，然后你就觉得不舒服了，差不多也是时候你要把它拆下来了。做面膜的厉害就是呢，它的保湿度真的很高，就是你敷个30分钟都没有问题。30分钟之后，它那个果冻还在。但是你的皮肤你也感觉得到它是水嫩嫩的、碰碰的那种感觉。那一天下来呢，敷了这个面膜之后，我的皮肤第2天没有发红还是干燥的这个问题，就是 back to normal， 我就觉得非常的 relief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Rohto 的来气眼药水。这个眼药水的主打功效就是抗疲劳，还有去红血丝。在2-3年前发现这个眼药水，然后就一直用到现在，真的很好用。只要我看到它的话，我一定会买2-3个回去的那种。因为我的工作需要，而且有时候我也会戴隐形眼镜。我的眼睛是属于那种很容易就会干，然后很累的那种。我也是有用过其他牌子的眼药水，甚至是 Rohto 还有其他的款式我也有用过，但是到最后我还是会倒回去用这个来气。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舒缓功效，它这个眼药水滴在眼睛的时候会有一种冷冷凉凉的感觉，很舒服。最后一个登上我的爱用物品的就是这个虞姬的小冰块水性指甲油。然后现在我这个指甲油也是他们家的乌梅汁。其实虞姬是一个美妆的牌子来的，但是他们的指甲油也非常的出名。它的外形小巧可爱之外呢，我个人很喜欢这指甲油的原因就是它脱的时候很方便。我看到在他们的评论区是有些人讲说这个指甲油很难卸。其实这个指甲油我自己把它诠释的就是它有一个隐藏的功能。据我的观察，就是这指甲油可以耐个1个星期吧，起码。当新的指甲长出来之后呢，它的那个指甲油的那一层呢，就会很明显的就是有一点要脱落的感觉。其实有涂指甲油习惯的朋友就知道，你可能可以这样子搓它，它就会这样一点点的小块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指甲油呢，你一脱它整片就给你脱下来了。我只能讲这真的太方便了，连卸都不用卸了，我这样灭下来就可以了。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啦，但是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这个功能，但是对我来讲它真的是很方便。指甲油大家主观都觉得它很臭，这个味道很难闻，久久不能够散去。这个指甲油呢，完全是优化了，它有一种来气的甜甜味道，真是太令我惊讶了。以上就是这个单元的内容。在2021年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试用新产品，然后再分享给大家。欢迎大家也在下面留言区和我分享你们的爱用物品。